沙僧面无表情地折断了唐僧的脖颈，将那颗还温热的头颅扔到孙悟空脚下。刹那间，灵山圣境崩塌，漫天慈悲的神佛竟全部化作青面獠牙的食人恶鬼。我隐忍十世卧底，至此只为揭开这三界最大的谎言。大师兄，别拜了！那天庭之上的玉皇大帝，其实早就死透了。灵山大殿前气氛诡异的寂静，沙僧面色平静地站在唐僧的尸体旁，仿佛刚才杀的只是一个普通妖怪。孙悟空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熟悉的老实人师弟。沙僧手中的降妖宝杖发出低沉的鸣响，他怒发冲冠，红色的眉毛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凶悍之气。沙师弟，你为何杀了师傅？沙僧一把扯下脖子上挂着的9颗骷髅项链，对着大殿上方如来的方向高高举起。我等这一天，足足等了10世，世人皆知我被贬下界，落草流沙，合成了妖。金蝉子转世9世，我便吃了他9世，这9个骷髅便是金蝉子头骨所作。说完，沙僧俯下身，极其冷静地从刚死不久的唐僧头颅上又取下一块骨头，凑齐了10颗。他猛地转向孙悟空，振臂疾呼：齐天大圣，你睁开火眼金睛看看呐，看看这慈眉善目的漫天神佛究竟是何种模样。孙悟空心头猛地一震，只见沙僧胸前的9颗骷髅骨沁出红色的血液，源源不断地流到这灵山地面上，瞬间染红了整个大殿。孙悟空立刻开启火眼金睛，下一秒，堂堂齐天大圣竟然被吓得连退数步。这是……只见那莲花宝座上坐着的如来口念善哉，地上的红色血印疯了一般向他奔流而去。在火眼金睛之下，漫天神佛瞬间化为一头头披着金光闪耀的怪物。观世音脑袋后面的大光像上盘踞着一团心脏大小、会蠕动的黑气，强劲地跃动着。如来整个人通红一片，像是被火烧过的泥胚，眉头斜飞，眼神放肆而邪恶。普贤菩萨脚下的狮子张开血盆大口，叼着一个人类婴灵，那婴灵小小的身体发出的哭号声，却犹如万鬼之音。左边的罗汉腹中伸出无数暗红色的雾气，左右绞缠，形成弥天大网，向孙悟空师兄弟3人压下。猪八戒虽看不见真相，但心有所感，惊慌地挥舞9尺钉耙在空中乱舞，白龙马仰天长啸，显出真龙之身护主。看见了吗？大师兄，看见这佛位神座上都是些什么东西？不敢吃人参果，那是他不屑吃这种天地道法束缚下的东西。他还有他们吃过的人，可比我老沙多多了。他们杀过的生灵，堪比几百个狮驼灵那么多。孙悟空眼睛危险地眯起，手中的金箍棒瞬间变大，高耸入云，撑住了快要塌下来的天。猪八戒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猴哥，沙师弟疯了！佛祖怎么可能是妖怪？佛祖怎么会杀生？沙师弟，沙师弟啊，咱们这一路可不容易啊！猪八戒俯下身去护着唐僧师海，又仰起头面露祈求地看着孙悟空，但孙悟空晦暗不明的脸色让他感到害怕。孽畜，你既生出反逆之心，我便替天庭除害。如来，谁是害，谁是忠？你敢让我说出来吗？沙僧根本不惧，他向前一步，朝着孙悟空深深一拜。小白龙长啸一声，垂头护在一旁。大师兄，玉帝死了。怎么可能？他可是天庭的老大。沙僧缓慢而坚定地摇了摇头，随后他眼中射出2道金光，直指高高在上的如来。玉皇大帝就是被这如来老贼所害呀！如来收回大手，那些可怖的黑气也一一归位到罗汉体内。孙悟空眯了眯眼，大脑飞速运转，他看出这些佛教中人炼的黑气极其诡异，绝非正道灵气。既然你想说，我便让你说个痛快，只怕最后还是由你大师兄亲手制服你。大师兄，都说仙凡有别，可仙人和仙人也是不同的。沙僧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那个被掩埋的真相。我本是天庭卷帘大将，玉帝身边最亲近信赖的人，世人皆知我在蟠桃会上打碎琉璃盏被贬，却没人疑惑为何只因一件小事就惹得玉帝大怒。那是因为这是玉帝的计谋，我是有意打碎琉璃盏的。500年前，从齐天大圣被压，金蝉子开始转世起，玉帝就发现西天不对劲，人间妖物频出，灵山脚下的狮驼岭尸横遍野。玉帝派千里眼和顺风耳去西天探查，回来的却只有奄奄一息的顺风耳。顺风耳满头是血的跪在玉帝脚下禀报，他们亲眼看见佛子化身妖怪，生吃人肉，亲眼看见罗汉尊者口吐黑雾，吸干了凡人一家4口，连婴儿都不放过。那尊者还感叹用仙人做饵功力能增几成。玉帝大惊，沉默良久，直到蟠桃会前，他才告诉我，西天在修邪法，他命我在蟠桃盛会上摔杯为好，号召天庭众神征讨西天。蟠桃盛会上，太上老君献上一炉鼎，诡异的白色雾气珠子。我走下去接炉鼎时，发现他在偷笑。再一看，那珠子雾气里竟织出一张婴儿的脸。
玉帝大惊失色，深深看了我一眼。我立刻站起身，一掌打碎了琉璃盏，但这摔杯为号却没能唤起任何仙家，他们依然饮酒作乐，窃喜地看着玉帝的反应。片刻间，三清天尊站在一起，身后无数仙家起身，低头吟唱着古老晦涩的语言。我茫然无措地环顾四周，玉帝为了保我，怒斥我打碎琉璃盏，将我贬下界。他望着云层中若隐若现的如来巨面，那是他最后一次看我。西天早已成了魔窟，而天庭这一次败在了内部的背叛。灵山大殿之上，气氛凝重的仿佛能滴出水来。沙僧猛地从回忆中抽离，双眼赤红，死死盯着高台之上的如来。倘若玉帝死了，那我们取经路上拜见的又是谁？沙师弟，你是说那个玉帝老儿是假的？那不过是个假扮的傀儡，就像当年六耳猕猴假扮大师兄你一样，想要取而代之。猪八戒听闻此言，惊恐地瞪大了猪眼，嘴里不停地嘟囔：玉帝死了！我的妈呀，这天要塌了！就在众人震惊之时，地上唐僧的尸骸突然开始急速萎缩，眨眼间竟变成了一具扁平干瘪的干尸。妈呀，师父！只见刚才那股诡异的黑红色雾气再次涌出，灵活地卷起地上的干尸，迅速送到了如来面前。那雾气仿佛化作了无数张贪婪的口气，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震耳欲聋的吸吮声。眨眼间，干尸化为飞灰。不对，还不够。如来半眯着眼，似乎在回味，随即猛然怒睁双目，贪婪的目光死死定在了沙僧胸前那串9颗佛骨骷髅串上。孙悟空瞬间察觉，金箍棒一横，再次挡在了沙僧身前。泼猴，你可不要被这妖孽蒙骗！灵山开启西天取经，乃是为了普度众生。如来衣袖一挥，大殿半空云雾翻腾，浮现出人间战乱、百姓疾苦的惨状。画面一转，观音降临，万民跪拜，世间瞬间变得风调雨顺，歌舞升平。人间为何争斗不断？皆因没有信仰，纵容欲念滋长。我佛慈悲，有真经3藏，可度化南瞻部洲的贪杀众生。你说谎！沙僧怒不可遏，向前猛跨一步，若非孙悟空死死拦住，他已冲上去拼命。你说谎！什么大乘佛法，什么普度众生，这西天取经彻头彻尾就是个骗局！师弟，冷静，把话说清楚。大师兄、二师兄，你们还记得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吗？源于唐太宗李世民游地府的一场噩梦。观音化身告诉他，只有西天的大乘佛法才能超度亡魂，保大唐江山永固。观音说，大乘佛法在西天大雷音寺。大师兄，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来到灵山，你可曾看到那所谓的大雷音寺？不曾。哎呦，俺老猪想起来了，咱们这一路确实没见过大雷音寺，倒是路过了一个妖怪变的小雷音寺。这灵山根本就没有大雷音寺啊！如来，你命观音去大唐造了个万世千秋的美梦，让金蝉子转世为高僧一路西行。若是真想普度众生，为何不直接把经书送去大唐？为何越靠近灵山，妖邪反而越猖狂？那是因为只有诚心求取，方能。还在狡辩？那是因为你们新练的邪功走的歪道，需要无数凡人信奉佛道来提供力量。沙僧深吸一口气，扯下胸前的骷髅串，那9颗头骨在佛光下显得森然可怖。我被打下流沙河，成了妖怪。玉帝千里传音给我最后一道密旨，道法遭劫，要我等待时机，召集幸存仙家，重振道风。后来我才知道，玉帝那时已经被如来杀了。33重天上已无道人。我痛恨佛门，金蝉子转世9次路过流沙河，我便吞了他9次。我打碎他的脊骨，摘下他的头颅，做成这骷髅串挂在胸前。我要让他永世成不了佛。沙师弟，你也太狠了！直到后来，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他告诉我，破除心障，契机就在这第10次的西天取经之中。孙悟空听得眉头紧锁，手中的金箍棒握得咔咔作响。等一下，沙师弟，既然佛道已是死敌，你又吃了师傅9世，为何这第10世观音还要点化你加入取经队伍？难道是为了引你到灵山来瓮中捉鳖？是也不是，我佯装吃人无数，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收编我的台阶。我的目的是潜入队伍等待时机，而如来的目的也是让我加入。俺老猪听糊涂了，怎么你们还想到一块儿去了？那是因为
他们知道我知道了一个秘密，一个关乎灵山存亡的秘密。灵山大殿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沙僧猛地抬头，目光如炬，直视高台之上的如来佛祖，声音在大殿中回荡：百姓不养闲神，道家讲究现世报，道士下山降妖除魔，就连那车迟国的妖道都知道为百姓求雨得生机。可当海寇袭扰，匈奴入侵，妖孽肆意取代百姓性命时，你们佛门在哪儿？沙僧伸出手臂，愤怒地指着周围金光灿灿的罗汉菩萨们，说什么度化人间，不过是骗香油供奉的谎言，只教人忍耐。官僚地主践踏百姓，你们竟告诉人家这辈子受苦，下辈子享福？放屁！不会好的。沙僧痛苦地闭上眼，记忆闪回，他仿佛又看到了自己还是道人时，随33位师长下山抗击外敌的惨烈景象，火海哭泣的孩童，凶残的入侵者。我曾有万千热忱，可战火燎过，破碎的不只是江山，更是人心。回忆里33位道长以心头血祭奠，设下护国大阵阻挡妖邪。现实中孙悟空冷笑一声，扛着金箍棒插话：嘿，盛世不见道出山，乱世不见佛出门。如来老沙说的在理呀，道家的香火那是拿命换来的。如来伪装的慈悲面具终于挂不住了，他面容变得阴冷威严，连旁边的弥勒佛都收敛了笑容。休得胡言，沙悟净，你谤我佛门，其心可诛。玉帝与众仙好好的，岂容你颠倒黑白？急了，如来。你也知道急，多亏了你让我加入取经队伍。这一路，我不光知道了你们修炼的秘密，更参悟了玉帝给我的暗示。沙僧深吸一口气，当众揭开了西游最大的骗局。玉帝身为道教之首，怎会帮你们传教？是你们利用了人的弱点。道教给人长生希望，你们佛教的众生皆苦，却是统治者最好的借口。告诉百姓，今生苦是因果，要忍耐。百姓没了反抗心气，寺庙富得流油，这就是你们争夺香火的第一步。为了香火，就绕这么大圈子搞西游。若是我直接几百个罗汉显灵，信徒不是来得更快吗？天蓬，你想简单了。他们绕圈子，动员整个灵山，甚至杀死玉帝，建立傀儡天庭，是因为他们修行的新邪法有一个苛刻的条件。孙悟空和猪八戒瞬间想起了之前那吞噬干尸的恐怖黑红雾气，是之前的黑雾。没错，那邪法要挣脱天道束缚，跳出三界五行，就需要以人血为食，而且必须是心中信仰佛法之人的血肉才能起效。真相如惊雷炸响，沙僧的声音更加凄厉。如来促成西天取经，就是让唐僧一路传扬佛法，蛊惑人心，再让你们的罗汉坐骑化作妖怪，去吞噬那些有了信仰之力的百姓精血。我懂了，难怪大鹏鸟他们都没被打死，原来是奉旨害人。可是太上老君的青牛精怎么也掺和进来了？他可不是佛家的。这正是玉帝失败的原因。孙悟空的瞳孔猛地收缩，金箍棒握得咔咔作响，一个极其可怕的猜想浮上心头。沙师弟，你可要想清楚了，一气化三清猴哥，仙人和仙人终究是不同的。荒野之上，寒风凛冽，沙僧面色凝重，他盯着眼前的孙悟空，声音低沉而有力。还记得老君的坐骑，那只板脚青牛吗？正是那一难，让我参悟了玉帝临死前给我的暗示，仙人与仙人终归是不同。孙悟空瞳孔微震，胸膛中竟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气，那股气流顺着经脉飞速流动到四肢百骸，这股热气为何我对这句话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孙悟空暗暗吃惊，紧紧攥住了手中的金箍棒。凡是修仙之人，不劫飞升羽化登仙，便是得到了天道的认可，自然也要遵守天道的规则。沙僧语气一顿，缓缓吐出压抑已久的真相。但天生仙人本就是天外飞仙，可修其他法门，开辟新的规则。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真相逐渐浮现。玉帝之所以陨落，是因为他并非三清那样的天生仙人，玉皇大帝乃是凡人升天，他姓张名百仞。画面仿佛穿越回久远之前的光颜妙乐国，国王敬德与王后宝月光在殿前虔诚祈祷，梦境中太上老君与诸神抱着赤色婴儿从天而降，王后梦醒受孕，1年后孩子诞生，刹那间满是生光。少年玉帝在宫中成长，他面容仁慈，亲手将仓库中的财宝分发给褴褛的平民。父王驾崩后，他继承王位治理国家，却在不久后让位大臣，毅然入道修行。他在名山大川间枯坐，历经3200劫，终修成正真仙之位，飞升天庭，被众仙推举为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就是玉皇大帝升天时的景象。玉帝与太上老君最大的区别就是成仙之路不同，画面对比鲜明。太上老君灵宝天尊与元始天尊起于无极之源，无穷无终，而玉帝虽为祖气所化，却实实在在的经历了人世，是修道成仙。作为人仙，最根本的痛苦是时间，既负钱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悲叹不已，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大彻大悟，那种经历过名山大川、清风明月，见过农人耕田，尝过情爱滋味后的超脱，才是人仙香火旺盛的根基。共工妈祖、李天王、哪吒，乃至关云长，皆是肉身成神，更不必说那肉身成圣而后封神的孔丘。画面定格在千百年前的武王伐纣，那是人间最后一次封神。自此之后，三界之中再无人皇。天生仙人们在天庭占据头筹，玉帝受制于西王母。三清清高孤傲，实则是对人世冷漠不屑。他们无情无爱无义，从不追求意义这种人才会追求的东西。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他们而言，人如草芥，并没有什么不同。天生仙人窥测天机，他们与想要更强功法的如来走到了一起，目标直指天道本身。沙僧嘶哑的声音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凄厉，他死死直视着孙悟空那双金色的瞳孔。大师兄，你当初诞生之日，沐运神光，射冲豆腐。别的神仙大惊失色，玉帝却并未想要对你做什么，只说下方之物乃天地精华所生，不足为意。后来你大闹天宫，玉帝原也没想如何，是老君提议将你收编，放在眼皮子底下。那是因为从那日开始，他便算出了你会酿下大祸，你的能力机敏，无疑是取经路上最佳的保证。孙悟空的眼角剧烈抽搐，沙僧的话如同利刃，剖开了9981难的阴谋。在那老君的八卦炉里锻造的不只是火眼金睛术，更是你这天生地长的灵猴身上最后一丝野性。玉帝之所以在临终前给你留下暗示，是因为他虽居高位，却始终记得自己曾是凡胎。他不忍看着这方世界沦为天生仙人们实验心法的屠宰场。沙僧一步步上前，语气愈发激昂。那些天生仙人无悲无喜，无牵无挂，他们眼中的众生不过是可以随意抹除的笔墨。如今如来与三清联手布局，名为取经，实为收割这积攒了万年的纯净神魂，以此作为他们突破天道屏障的踏脚石。孙悟空胸中的热气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化作滔天的杀意。他手中的金箍棒感应到主人的愤怒，开始疯狂轰鸣，那是对虚伪规则的咆哮。孙悟空环顾四周，原本清明的西行路在他眼中瞬间变色，尽是白骨累累，所有的功德金身此刻看来都如此讽刺。他深吸一口气，目光死死锁定虚空中的某处，在这场名为永生的谎言面前，他必须撕开一个缺口，哪怕掀翻这假意的天庭，也要找回人间的尊严。孙悟空意兴阑珊地摆了摆手，他将金箍棒扛在肩头，眼神中透着一股看穿一切的疲惫与落寞。我自然知道自己被算计了，可事已至此，经都取完了，再提又能如何？提到算计，孙悟空脑海中掠过六耳猕猴那张一模一样的脸，那是他心中埋藏已久，始终未能驱散的阴霾。我懂了，人仙以人心为力量来源，要为百姓做事，但天生仙人不用，所以他们杀了玉帝，取而代之。猪八戒难得露出一副聪明的神色，他唏嘘地拍了拍滚圆的肚子，眼神迷离。在那个久远到模糊的记忆里，我也曾是肉身凡胎的百姓，正因这抹凡心，我投胎做猪妖，却偏落高老庄，偏对那小娘子情根深重，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杀了玉帝，有三清的默许和推动，这一路的妖怪自然要我们去求天庭帮忙，可这功劳不就是天庭的吗？孙悟空眉头拧成死结，总觉得这桩交易背后的账本算得不对。哈哈哈哈哈！大师兄，你忘了吗？那凤仙郡3年不下雨，罪魁祸首是谁？是玉帝惩罚凤仙郡的长官对他不敬，那又是谁让凤仙郡下了雨？自然是那老龙王呀！二师兄，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份。画面一转，闪过师徒几人在凤仙郡奔波的身影，鸡啄米狗吃灭火断锁，百姓们最后感激涕零跪拜的，竟是来自东土大唐的高僧。玉帝担了小气记仇，不管百姓死活的恶名，竟是为那佛子做嫁衣裳。沙僧猛地跨出一步，那双常年枯锁的眼中燃烧着压抑的怒火，声声如雷。师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出家人慈悲为怀，可他善恶不分，认妖做人，将那紧箍咒念了300个回合。你可是他的大徒弟啊！若是没有你，他一个手无寸铁，只会阿弥陀佛的和尚，如何走到西天？他的慈悲就是动动嘴皮子，跑断腿的被3昧真火烧成炭色的。可是你……孙悟空下意识地摸了摸额头那道冰冷的金箍，指尖微颤。沙师弟，你要是晚一点再动手，等我让这如来老儿给我取了金箍，咱也好不那么束缚。沙僧并不知悟空所想，他看向远方，内心正如烈火烹油，日复一日面对那个没有前世记忆，只管轮回的金蝉子，对他而言是一种无声的煎熬。孙悟空指尖在头顶轻轻一划，不着痕迹地揪出了菩萨赠予的3根救命毫毛。老沙，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吃了唐僧9次，如来知道你什么成分，为何对你放任不管？孙悟空死死盯着这个平日常说师父被妖怪抓走了的憨厚师弟，在他眼里，那个因打碎盏子便被贬下界的卷帘大将，其背后隐藏的黑暗远超官场规则。那是因为如来想钓鱼。沙僧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与此同时，远在灵山的如来佛祖彻底敛去了所有表情，宝相庄严下是一片令人心悸的幽暗。如来早就看穿了卷帘大将的身份，却偏偏要在流沙河给我留一个位置，因为他需要一个能在关键时刻平衡各方实力的暗棋。所谓的取经路，不过是一场被反复推演的沙盘游戏，每一个棋子的生死都在上位者的计算之中。孙悟空脊背升起一股彻骨的寒意，这一路遇到的妖魔，那些疯狂的长生梦，或许仅仅是引诱如来入局的饵，而他这齐天大圣自五指山下脱困，那一刻便成了这棋局中最锋利的屠刀。沙僧望向远处云雾中若隐若现的灵山，声音低得几乎被寒风吞噬。大师兄，你以为如来为何不杀我？因为他知道，若是杀了我，天庭就会派一个更难缠的人过来，不如就把我这个明面上的细作留在眼皮子底下看管。孙悟空发出一声凄厉的冷笑，
他低头看着如意金箍棒，这跟随他征战一生的神铁正微微震颤。原来这就是他们口中的大功德，这就是众生向往的极乐世界。所谓普度众生，不过是各取所需的肮脏交易。随着沙僧最后那句如来想钓鱼落下，师徒三人立在荒野之中，周围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化作无形的牢笼。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西行的漫天黄沙中，9颗枯骨项链在胸前沉重地撞击着。我抬头望向西方，那里的金光不再祥和，反而透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气。如来不是不想干掉我，只是他不能，因为他不清楚玉帝这一边到底还有多少神仙没有屈服，还有多少同僚像我一样收敛了浑身的仙气，蛰伏在暗处等待那致命的一击。他在怕我能感觉到，在那宏大的梵音背后，是他夜不能寐的惊恐。他怕到无法安心修炼那门灭绝人性的邪功，所以他要利用我。他把这取经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鱼钩，想要钓出所有潜伏的余念。放眼望去，这取经路上处处都是精心布置的陷阱，到处都是披着佛光的妖怪。走在前方的齐天大圣，那曾经桀骜不驯的脊梁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在这漫长的春去秋来中，他终于学会了审时度势。遇到那些寻常小妖，孙悟空眼神冰冷，金箍棒挥出漫天残影，杀！不需要犹豫，没有背景的妖孽，杀就完事儿了。但只要那妖怪身上露出一丝天庭或西天的气息，孙悟空便会变得谨慎小心，应对起来甚至有些滑稽的客气。那些有背景的妖怪其实十分好辨认，他们虽在执行如来交代的任务，却也怕死，总会不小心偷拿几件主人的法宝，甚至有的主人会故意让他们带在身边，好让这猴子知难而退，乖乖去找他们。天庭有旨，众天将不得不从，即便是像狮日星官那样极力想要置身事外的神仙，也不得不在这场大戏里配合取经。如来的算盘响得噼里啪啦，他在灵山之上俯瞰众生，自以为掌控了一切，可我没办法，我只能在这黄沙中眼睁睁看着猴哥请来一个又一个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僚。哪吒、李天王、杨戬、雷公电母、龙王太子，他们一个个浮出水面，本以为是来降妖除魔，却在完成所谓的取经一难后，接连遭遇莫名的劫杀。可谁会甘心？谁会甘心就这样成为邪功的祭品？如来自以为已经彻底拿捏了我，殊不知我之所以假装投诚，卑微的加入这支取经队伍，也是为了与诸君相见。我闭上眼，玉帝临终前的嘱托依然记忆犹新。他在崩塌的凌霄宝殿前拉住我的手，让我等一个奇迹。我们要号召天道之师，重新讨伐这满口仁义的西天。沙师弟，你一直在等那个契机，到底是什么契机？孙悟空突然停下脚步，金箍棒猛地杵在地上，震碎了周遭的顽石。他那双火眼金睛死死地盯着我。就在这时，天空裂开一道漆黑的缝隙，如来出手了。无数朵妖异的紫红莲花自虚空浮现，带着沉重的死气向我袭去。每一朵莲花沉下，大地便是一阵天崩地裂。我们师徒4人狼狈地闪身躲避，如来的声音如雷鸣般在云端炸响：妖言惑众，你们已进我犀牛贺州，我若是想动手，早就杀掉你们4个了。我猛地站定，不顾漫天坠落的莲花，直直地看向如来那张虚伪的巨脸，冷笑一声：恐怕你不是不想除掉我，而是暂时除不掉我吧。那些莲花座仿佛长了眼睛一般，紧跟着我们的动作不放。如来的嘴角诡异地勾起，露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赞许笑容。不愧是修炼成仙的人，玉帝有你这样的左膀右臂，倒是死得可惜。如来不对劲，孙悟空下意识地举起金箍棒，挡下了如来的一记莲花压顶。巨大的冲击力之下，孙悟空这次竟然一步也没有后退。他瞬间反应过来，那点一直挥之不去的违和感和怪异，终于在这一刻找到了无懈可击的逻辑。如来，现在的你十分虚弱。孙悟空神色晦暗地看了我一眼，他懂了，他终于懂了那个契机。若说从前佛教乃是另一种正统，是正道无上的存在，而此刻的你却是最虚弱的你，因为修炼邪功，必须将此前积累的所有仙缘和成果通通抛舍，你要重新开始，洗炼身体，涅槃精神。为了走捷径，如来放弃正道修炼邪法。可取经的进程等不及了，他便只好委托其他人来收拾我们。奈何西天众僧皆在修此邪功，法力不稳，竟没有人能打得过全盛时期的孙悟空。那6耳猕猴本来有希望取代悟空，可是如来他们不明白，齐天大圣是天生狮吼，造他的那个人却是女娲，那是人母，那是大地的意志。更不必说孙悟空是死过一回，亲手勾了生死簿才换来长生的，非仙人亦非天生仙人。妙啊妙啊！所谓的天地精华所生，便是天地精华本身，是天道来惩罚你们，是天道要匡扶正义。我看着如来那张惊恐的脸，狂笑不止，我的燃须在罡风中肆意飘起，一双明目中闪烁着压抑了500年的泪光。如来的金身在微微颤抖，虽然那佛光依旧夺目，却再也掩盖不住裂缝中透出的森然黑气。他身后那曾经万丈的佛光，此刻竟隐隐显现出枯萎的败相。这种为了追求极致力量而自毁根基的行为，终究让他付出了代价。孙悟空横棒立于风暴中心，他那双火眼金睛仿佛要烧穿这重重虚空。他看透了那莲花宝座下掩藏的累累血池与不甘残魂。师徒2人的目光在破碎的云层间交汇，一种无需言说的战意在空中激荡。我手中的降妖宝杖再次祭出，这一次不再是为了屈辱的保命，而是要撕碎这笼罩西天千年的虚假慈悲。漫天神佛的虚影在雷鸣中若隐若现，那些曾经被迫臣服、被如来暗害的气息正悄然复苏。只要这第一棒挥下，这摇摇欲坠的伪神国度便会彻底崩塌。我等了500年的奇迹，就在此刻，就在那事后凝折不弯的傲骨之中，就在我卷帘大将忍辱负重的血泪之下。杀生亦是护生，斩魔便是正道。灵山之上，黑云如墨翻滚，将往日的佛光遮得严严实实。
整座雷音寺死气沉沉，伸手不见五指，透着一股令人胆寒的妖异。南无阿弥陀佛，佛音轰鸣，却不再慈悲，如惊雷般在寂静中炸响。孙悟空站在黑暗中，仰头死死盯着莲台上的身影，声音因愤怒而嘶哑：“如来，你已是这西天至高无上的佛，便是异道伏佛也实现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如来坐在高处，双眼透出一抹从未有过的坚定与狂热，嘴角似笑非笑。为了力量，人间供奉的那点力量不足以让我们突破自己的境界，去往更高处。如来摊开宽大的掌心，语气中带着一种病态的厌恶：“许多年前，我救了一个凡人，他拜我、敬我，又号召其他人也来拜我。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吗？是臭虫不如，是阴险狡诈，藏着无数心思，想要算计神佛的污秽。”如来的声音在空旷的殿堂内回荡，每一个字都像是淬了毒。人性的邪恶、自私、丑陋，无时无刻污染侵蚀着信仰之力。我隐隐感觉到，在这西方极乐仙境之上，还有更强大的力量。孙悟空紧握金箍棒，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咔咔作响。他指着灵山脚下的方向，怒火喷薄而出：“为了力量，你们就屠城，狮驼岭几十万性命，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供养你们。你们却视他们为玩物，随意吞噬欺辱。”如来发出一声轻蔑的低笑，眼神冷漠如冰：“呵呵，不必讲那套人间道义。凡人供奉童男童女给龙王，龙王降雨，各取所需，何来供养？你东土大唐哪个神没有给过凡人好处？那些庙宇雕礼，不正是因为神没能实现他们的欲望而被嫌弃？不然我又如何策反天庭众人？”孙悟空听罢，直接盘腿坐在地上，把衣袖猛地一撸，脸上尽是鄙夷之色：“切，歪门邪道！就算颠倒黑白讲出花来，也还是歪门邪道。”如来微微垂眸，看向孙悟空，语气竟带了几分诱惑：“悟空，我原本是要封你为斗战胜佛的，这一路西行，你成长很快，别忘了，审时度势才是脱凡入神的关键。如来都这种时候了，你这奖赏，我怕是不敢接呢。”猪八戒缩在悟空身后，探出一个猪脑袋，声音颤抖，却带着一股倔强：“不是的，咱们道家不是的。南无阿弥陀佛！”如来突然合十双手，原本神圣的金刚经竟被他倒着念了出来，经文幻化成诡异的黑光，在大殿穿梭。猪八戒惊叫一声，笨拙地往旁边一跳，险些被一朵黑莲砸中。周围的菩萨尊者们此刻全都变了脸色，面目狰狞，眼中泛着渴求力量的绿光。还能这样？沙师弟，你管这叫弱？孙悟空眯起双眼，五行山下的500年沧桑在眼前走马灯般闪过。那个给他摘桃子的小孩，那个指路的樵夫，还有那个肉体凡胎却为了救他死在轮回里的唐僧。悟空的心口微微一紧，他曾怀疑那些人是神佛的化身，但现在他明白了，无论是谁，只要有过那份纯粹的恩情就是真。他紧闭双眼，一滴清泪划过满是尘土的脸颊，随后他豁然睁眼，火眼金睛瞬间爆发出一团足以裂天的红芒。悟空猛地站起，金箍棒重重触地，轰然一声激起千层尘土。他啐出一口混着血气的唾沫，金箍棒在他手中疯狂震颤，发出咆哮般的龙吟。既然这诸天神佛已经烂透，那便由我这不服管教的妖猴再闹一次这虚伪的极乐西天。孙悟空横刀立马般立于大殿中央，金箍棒斜指高座上的如来，眼神冷冽如刀。如来道：“与佛，你与玉帝，我也懒得管。你说审时度势，我被你压了500年，勤勤恳恳护着唐三藏，我曾以为取经能减人间苦难，能让猴子猴孙有个好下场。”孙悟空发出一声自嘲的冷笑，猛地一挥手，可观路易得心难守。我本天地一念，自由自在，却被你们一次次带上枷锁，一点也不快，哉，一点也不。金箍棒骤然缩小，直指如来眉心。既如此，还我自由身。沙僧面色沉毅，跨步站在悟空左侧。猪八戒看看手中的9齿钉耙，眼神从挣扎变为决绝，站在了右侧。俺老猪这回说不定真的能回高老庄，不识抬举。既如此杀，灵山瞬间化为修罗场，500罗汉如潮水般涌来。观音菩萨摘下脑后的大光像，那金轮在空中不断放大，边缘锋利如锯划破，空气发出尖锐的笑声，金光闪过，孙悟空的手臂被割出一道血痕，他左闪右避，心中却在提防那从未念起的紧箍咒。为何还不念咒？他们在等什么？战场另一侧，大鹏鸟尖声嘶吼，从云端俯冲而下。猪八戒身形诡异的一扭，竟跳上大鹏几倍，9齿钉耙狠狠铸下，带起3道血箭。就在4人箭杆力竭之时，灵山脚下的云海翻腾，黑压压的甲兵踏云而来。为首之人额间神眼怒张，正是杨戬。于大义，玉帝乃天庭之首，于杨戬，他是我舅舅。今日一战，为救报仇，为天庭正道。残余的天兵天将齐声呐喊，震动寰宇。哪吒手持火尖枪，脚踏风火轮，目光扫过被捆仙绳缚住、灰头土脸的李天王，眼中毫无怜悯，只有对灵山众佛的彻骨恨意。沉香手握神斧，劈开重重妖气。如来见状，面庞红光竟开始消退，他缓缓从千年的莲花宝座上站起，身躯如山峦般不断拔高，杀万人可入心道门楣，杀万万人从此仙体脱胎，生心界大能。如来的声音变得癫狂扭曲，他猛地伸出巨手，竟直接抓起半空中的自家尊者，像塞食物一样塞进嘴里，贪婪地吸食着精魂。大地在这邪恶的行径下崩裂，一阵刺骨的阴风自地缝吹出，黄泉之水逆流上天，是阎罗大帝，地府也看不下去了。黑白无常甩动勾魂锁，疯狂拦截那些被如来吸食的生魂。地藏王菩萨牵着地听立于裂缝边缘，看着昔日的佛祖化为魔神，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随后毅然转身，带着万千亡魂沉入幽冥。
孙悟空看着这崩坏的世界，火眼金睛几乎要滴出火来。他纵身一跃，万丈金光汇聚于金箍棒之上。灵山脚下，战争的阴影已如瘟一般蔓延至东胜神州。战场上碎裂的兵刃堆积如山，哪吒的火尖枪折成两段。他咬牙搀扶着重伤的沉香，每走一步都留下一个血色脚印。杨戬单膝跪地，那只总是神采奕奕的哮天犬，此刻毫无声息。杨戬颤抖着手，轻轻合上他死不瞑目的双眼，眼眶通红。斜刺里，一名灵山尊者看准时机，化作一道金影偷袭。杨戬后心，误伤我儿。没塔的李天王不知何时挣脱了捆先生，他如一头疯狂的雄狮横冲而过，用肉身死死挡在哪吒与杨戬身前。尊者的利爪透胸而过，李天王喷出一口浓血。你哪吒眼中的恨意被巨大的震惊取代。李天王气若游丝，身体正一点点化为生死道消的星光。我儿哪吒是父亲错了，是父亲错了，错了！李天王费力的举起右手，指尖轻轻触碰哪吒的脸庞，留下一道暗红的血痕。他眼中落下最后一滴满含悔恨与释怀的泪，手臂颓然垂下。我杀了你！哪吒发出一声凄厉的怒吼，混天绫化作漫天红绸向如来卷去。灵山巅峰，如来立于云端，脚下是巨大的金波，金波之中，花果山的猴子们被挤压在一起，灵魂之火在金光的炙烤下摇摇欲坠。孙悟空，你若归顺于我，我便饶过他们，不然便用那串骷髅颈串来换。孙悟空疼得满地打滚，头上的紧箍已经深深嵌入皮肉，鲜血顺着鬓角流了一脸。他透过模糊的视线看向血战中的沙僧，沙师弟，这颈串有何说法？能助他魔功大成？如来冷笑一声，五指虚空一捏，金波内的一只小猴子瞬间在惨叫声中化为灰烬。放你的狗屁功法！俺老孙才不稀得要！猪八戒一耙子铲翻一个尊者，与嫦娥仙子背靠背而立，他急得满头大汗，看向沙僧，那猴哥岂不是要被折磨死啊？这紧箍咒到底有没有解？无法。这时红孩儿喷出漫天三昧，真火逼退了想要偷袭悟空的敌人。观音菩萨在高处怒斥其忘恩负义，我呸！黑心肝的灵山掳走我儿去修禅，还要逼他背叛家门。铁扇公主手中芭蕉扇迎风渐长，猛地一挥，狂风呼啸，将半山的尊者扇得如落叶般横飞。牛魔王死死抱住几乎心神失守的孙悟空，兄弟，咱俩的账以后算，你可别死！就在三界众生溅起最后一道屏障时，如来的金波突然爆发出摧毁一切的万丈金光，屏障如琉璃般碎裂，土地公公们成排倒下。如来那双巨大的金手带着灭世之威，抓向铁扇公主。猴哥，哪怕是死，俺老猪也陪着你。猪八戒横在悟空身前，任由金光穿透胸膛。哪吒的混天绫碎成漫天血滴，沉香拄着神斧艰难起身。孙悟空的脊梁在咯吱作响，头上的紧箍几乎要勒断他的头骨，但他的双眼已彻底化作血红，那是不计代价的毁灭之光。如来想要俺老孙低头，你做梦！孙悟空发出一声震碎寰宇的咆哮，他猛地抓起金箍棒，棍身爆发出刺眼的逆天金芒，迎着那片吞噬一切的金光汪洋冲了上去。天穹之上，三道浩瀚的先天气息如瀑布般垂落。太上老君骑着青牛缓缓现身，他垂眸看向下方混乱的战场，发出一声复杂的叹息。孙悟空，果然如此。哎，三清尊神加入战场，局势瞬间呈压倒性倾斜。猪八戒的九齿钉耙被震飞数丈，他踉跄后退，却依旧张开双臂护住身后重伤的嫦娥。老子欺负孙子，这他娘的还怎么打啊？沙僧猛地咬破舌尖，将鲜血喷在降妖宝杖上，宝杖瞬间化作一道冲天光柱，献祭于天。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随着道号响起，滚滚雷声如海洋般自天际扑卷而来，无数修道者从蓬莱御剑而至，雷劫阵瞬间铺陈满天。青色与橙红的电光将一座座伪佛像劈成齑粉。废墟之中，一位红衣少女站起身，她满脸血痕，眼神却比星辰还要明亮，直视着高高在上的如来。你以为只有你们找到了新的力量吗？沙僧狂笑起来，声音传遍三界。在大唐的天下，有一群从不入你们法眼的普通人，他们不懂仙法，却能教化子弟正道沧桑。他们崇拜星宿，却有胆量征服大海。大地颤抖，无数凡人从瓦砾中站起，他们不再跪拜，而是捡起砖块木棍指向天空。大禹治水，愚公移山，他们从不放弃活着。克农桑，修水利，他们铸就了独一无二的文明。如来吸食的速度骤然减缓，因为那些被视为食粮的凡人，此刻竟切断了所有的信仰供养。我命由我不由天。巨响声中，三位人黄法相轰然降临，挡在凡人前面，与三清老祖隔空对峙。你们的对手是我们。海浪声咆哮而至，妈祖娘娘运起山海，护住人间。三界伏魔大帝关云长纵马而至，青龙偃月刀带起刺骨的杀气，就让老夫杀个痛快吧！这热爱的河山，纵然是神明也绝不允许毁灭。就在此时，一道璀璨至极的金光自东海之滨呼啸而至。孙悟空手中的定海神针感应到救主归来，爆发出震碎梵音的冥响。那个身披金甲圣衣的孤傲身影踏碎虚空，每一步都让灵山产生裂痕。这天既然遮了我的眼，我便劈开这天；这地既然埋了我的心，我便踏碎这地。孙悟空挥动金箍棒指向如来，随着他的怒吼，人间意志化作无数金色锁链，将漫天神佛死死缠绕。那是众生的觉醒，更是因果的审判。如来稳坐灵山之巅，目光如炬，始终锁死在孙悟空身上。他心中了然，三清虽强，但这死局的变数唯有这只石猴。须菩提那个老狐狸竟教出个佛道双修的怪物。悟空非天生仙人，却集妖性、人情道法与佛心于一体，他的心才是补齐天道残缺的唯一契机。如来缓缓摊开巨大的金掌，掌心之中竟蜷缩着一个惊恐哭泣的人间孩童。
正在与关羽缠斗的观音菩萨气息一滞，紧箍咒戛然而止。孙悟空猛然回头，火眼金睛死死盯着那个孩子。是他，纵然转世几十次，这灵魂的气息分明是500年前在五行山下曾给我送过桃子的那个孩子。放了他，呵呵，你亲自来换他，如何？猪八戒满身血污，狼狈的横身拦在悟空身前，眼神惊恐。猴哥，这明显是个圈套，已经死了这么多人，连花果山都搭进去了，你现在过去，咱们就全完了。让开！我不让，死也不让！天蓬，让他去吧，他若不去，那便不是孙悟空了。孙悟空一步步迈向如来，金色的甲胄在残阳下泛着暗红的血色，每一步落下灵山的山体都发出沉闷如雷的轰鸣，仿佛整座大山都在为之站立。满天神佛竟在这一刻屏住了呼吸，鸦雀无声。他们看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妖王，此刻却像一个归家的旅人走向那致命的枷锁。原来众生皆苦，并非佛理，而是这世间最残忍的真相。万千神佛垂涎我这颗心，不过是想拿它去填补天道的私欲。悟空回头看了一眼嘶吼的八戒和沉默的沙僧，右掌轻轻一翻，金箍棒发出一声不甘的哀鸣，最终化作一抹金光引入他的掌心。这一路走来，打碎了无数伪佛，却还不了当年那一个桃子的恩情。如来，你要这颗心，我便给你，只要这孩子能活。如来嘴角的笑意逐渐扩散，周围原本灿烂的满天金莲，竟在这一刻悉数枯萎凋零。祥和的佛光瞬间化作阴冷的囚笼，将孙悟空彻底笼罩。清冷的锁链拖地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大圣的脊梁依旧挺直，却在那阴影中越走越深。灵山大战第5日，启明星升起，曾经不可一世的齐天大圣，此刻如一具冰冷的石像，软绵绵的倒在血泊之中。没人能杀得了他，除非他甘愿赴死。猪八戒跪在悟空身旁，哭得肝肠寸断。他颤抖着手摸了摸悟空的额头，将他的尸身紧紧抱起。如来丹田处的黑红气团彻底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毁天灭地的恐怖气息。哈哈哈哈！成了，终于成了！如来的身形在狂笑中疯狂暴涨，瞬间突破云霄。俯瞰之下，众生皆如微尘，他只需动一动手指，便能让万物灰飞烟灭。那么现在你们谁愿追随于我？绝望在蔓延，有人丢下了兵器，将头深深埋进膝盖。红孩儿死死盯着如来，却被铁扇公主一把揽入怀中，强行扭过脸去。沙僧擦干眼角的泪，从废墟中捡起祭天的宝杖，又解下手腕上的骷髅串，眼神从未有过的坚定。你大圣真的死了吗？怎么可能？他可是齐天大圣啊！齐天大圣或许会死，但大圣的精神永不消亡。西天走一遭，我懂了。沙僧的声音如黄钟大吕，响彻神州，无法永恒，所以要传承。我们要将这份不屈的执着世世代代传下去。要战便战个彻底，要战要战要战！千万人的怒吼汇聚成潮，竟然生生压过了如来的魔音。与此同时，孙悟空的意识来到了一片静谧的海中央，像几千年前他还是那块顽石石一样，只有规律的海浪声。他们为天庭为生民而战。你呢，齐天大圣，你为何而战？海浪声骤然化作沙僧的呐喊与众生的誓言。孙悟空猛然睁开眼，瞳孔中金芒炸裂，为这天地之间再无压迫，为灵魂自由而战。猪八戒怀里的尸体猛地一动，在众人惊愕的注视下，孙悟空翻身而起，凤翅紫金冠划破苍穹，锁子黄金甲熠熠生辉，脚下的藕丝布云履踏碎虚空，那深陷皮肉的紧箍圈在这一刻彻底崩碎消失。嘿，你孙爷爷又回来了，是大圣，真正的齐天大圣回来了。孙悟空与那救下的孩子四目相对，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谢了小孩，须菩提，你竟然背叛了我。灵山大战第6日，如来遭受众生意志反噬，罗汉魂散，菩萨隐去，西天彻底败了。如来在遁逃之际，竟让残余信徒将邪法秘密带入人间。三皇立于废墟之上，神色凝重，邪法一修，人欲难平，唯有在各地散播正道，培养君子，方能永绝后患。自此，天地开启全民修仙时代。若干年后，坍塌的灵山已被重建，漫山遍野种满了果树。2名孩童在桃林下吵得面红耳赤。大圣是猴，肯定最爱吃桃，才不！大圣因为偷桃被压了500年，肯定恨死桃子了。一名俏丽女子闪身出现，拎起2人的耳朵，不好好练功，又在背后议论师傅。等他回来有你们好看。金乌西坠，夕阳余晖洒在半山腰。一名青山道人缓步走上山路，被一群孩子团团围住。师傅，再讲一次大闹灵山的故事吧。话说唐三藏师徒4人历经9981难，在不远处的桃树高枝上，一个身影慵懒的横卧。他随手摘下一颗硕大的红桃，咬了一口，满嘴清香，这桃儿味儿不错。